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大同订婚强奸案。这起案件最近在国内可以说是举国关注，争议巨大啊。首先呢，这个判决就是赵主一审的判决书他读的。也没有任何任何的改变，包括那个处女膜，它为啥是完整的？你说强奸处女案呀，强奸完了，你看你这个衣服咋脱的？你衣服你就完好无损啊，一点点破损的痕迹也没有啊。在我看来，这很有可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堪比南京彭宇案啊。我先给大家简单讲述一下案情的过程啊。我首先强调一点啊，因为整个案情的过程呢，我也是根据各个媒体的报道，包括当事人的陈述啊，拼凑出来的，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应该可以说大致可以复盘出案情的来龙去脉。这事情的发生地呢是在山西大同的阳高县。这事情的主人公呢，一个姓吴，一个姓席啊。这两个年轻人呢，在2023年1月30号通过当地的一家婚介所相识。相识之后呢，两个人感情发展很快啊，经常一起吃饭啊，一起看电影啊。在2023年的5月1号，双方呢就正式订婚了。按照当地的习俗啊，订婚要摆订婚宴，于是男方家就花了1664块钱啊，在当地的一个大酒店里头啊，摆了这个订婚宴。在这个订婚宴上啊，双方签订了一个订婚协议。这订婚协议里就规定啊，男方付给女方家18.8万块钱的彩礼。这个彩礼呢，先给对方付10万块钱，同时给女方一个7.2克的金戒指。协议里头就规定了，如果这个协议签订之后，男方要是反悔了，不结婚了，那么彩礼钱呢就不退了。如果女方要是反悔的话，那个彩礼钱要退回啊。与此同时啊，双方除了这个协议之外，还签了一个小纸条。这小纸条里头，男方向女方家承诺啊，这小两口如果结婚啊，1年之后就把女方的名字写到这个房产证上啊。5月1号，这个订婚宴啊，皆大欢喜结束了。5月2号，按照当地的习俗呢，是女方的回门宴，也就是说女方在宴请男方这一家啊。5月2号啊，中午的回门宴结束之后呢，这一对年轻人啊就回到他们的婚房里去休息啊。这一休息呢，就休息到下午5点钟。5点钟的时候啊，这男方就提出来向这个女方啊要发生性关系。据说这个女方就不同意啊，人家就说了，结婚之前不发生性关系啊。这之后的陈述呢，双方就不一样了啊。这男方自己的陈述就说，双方各自把衣服脱了下来啊，于是发生了性关系。那女方的陈述就说，这男方把她的衣服脱下来了，脱下来之后呢，还压住她的胳膊啊，然后呢跟她强行发生了性关系。法庭的调查结果说是男方压住这个女方的胳膊啊，然后另外一只手把窗帘给拉起来，然后强行发生了性关系。这发生完性关系之后呢，这女的就非常激动啊，起来之后就到那个卫生间洗自己的身体啊。洗完之后说是这个情绪比较激动嘛，这男方就把他这个手机给拿走了。拿走之后，这男方就独自下楼去开汽车。就在这个期间呢，这女的就在房间里头啊，就非常生气啊，就把他那个榻榻米旁边的那个衣柜的脚要点着，同时还把窗帘给点着了。这男方回来一看呢，就忙着灭火。忙着灭火的过程中，这女孩就跑出去了，跑出去从14楼就跑到13楼，还呼救。这男方就跑到13楼去追啊，追的过程中就把这女方啊就拖拽到电梯里啊，拖拽到电梯里呢，就回到14楼。到了14楼之后，这女方还不干呢，用脚啊抵住了电梯啊，就不愿意出去啊。最后这男方就把这个女方给拽到了屋里。这之后不久呢，受害人就提出来要回家嘛，这男方也就是席某某呢，就开汽车送这女孩回家。路上的时候呢，那女方的母亲电话打过来了。这时候男方就把他的手机啊还给了这个吴某。这吴某在接电话的时候就跟他母亲说，他被这个席某某给强暴了。吴某的母亲呢，就当时就问这个男方啊，他说你是不是强暴了我女儿？这男方当时就说是的，他就说对。然后他说你们两个是不是已经订婚了？他也说是对。这些内容呢就被当时汽车里的行车记录仪给记录下来了。据这个吴某的妈妈说呢，他当时家里有3个儿子啊，怕他的女儿受欺负了之后，这男孩送他女儿回家，3个儿子不依不饶啊，于是他就在门口等着这个席某某和他这个女儿回家。见到这个席某某之后呢，他就把这席某某叫到了旁边，在车里就商量。他就跟这个席某某说，他说第一，你看你们家给的这个彩礼费还没给全呢，18.8万，你们只给了10万。第二，你们两个还没结婚呢，你就得到了这小吴，不公平啊。所以就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说家丑不可外扬啊，说过了5一之后你们马上领证。
领了证之后呢，这事儿不就完了吗？第二，原先不是说结婚之后1年以后嘛，把房产证写上自己女儿的名字吗？这吴某的妈妈就提出来了啊，你现在结婚的时候就把那房产证写上自己女儿的名字。这席某某一听说，他说回家跟他妈去商量啊，于是开车回到了自己的家。进到家门之后呢，就跟他母亲说要房产证，就说出事儿了。他妈呢，当时就有点不高兴啊，就席某某的妈妈，她说不是昨天在这个订婚宴上已经说好了，结婚之后1年呢，哎，然后不是要这个写房产证的名字吗？那怎么1天之后就反悔了呢？母子俩正商量的时候啊，这吴某某他妈妈的电话就过来了，就问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就跟这个吴某某的妈妈就说啊，这吴某某妈呢就不太高兴啊，双方一来二去就谈得不欢而散。而且呢，就是这个吴某的妈妈就提到了要报警，双方的电话就商量的没有什么结果啊。放下电话之后啊，这吴某某的妈妈跟她的女儿就一起打电话报警了。这报警的时间呢是2023年5月2号晚上的22点52分。电话打完之后呢，警察就打电话打到这个席某的手机上来了，就问这个情况啊。哎，他们的母子俩就认为都订婚了嘛，这也没什么啊，而且呢也就说了发生性关系了啊，怎么样的啊。5月3号这一天啊，据这个席某某的母亲就说，他当时根本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啊，因为都订婚了嘛，那儿子跟这个女朋友发生性关系又能怎么样呢？哈，5月3号这一天，这吴某的大哥就代表吴某这一家到席某他们家来谈判。谈判的意思核心还是跟他妈前一天晚上讲的一样，立刻结婚，然后呢立即把这房产证写上自己妹妹的名字，协调了1天啊。这协调的内容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当天晚上啊，这个吴家大哥就给这席某某打电话说，你尽快确定这个内容啊，明天早晨，也就是5月4号的早晨之前必须确认，否则的话后果你们想啊。这个5月4号上午的时候啊，这个吴某某和他的妈妈呢就一起到派出所啊就报了案，就指控就是席某某对他强暴了啊。我看媒体中间报道了有一个细节，就是5月2号晚上，就是吴某某他们家啊说报警了，那警察不是给席某某还打了电话吗？还确认了吗？但是事后他们就撤销了。但是5月4号啊，他们又重新到派出所就指控吴某某就强奸了。那这个指控强奸之后呢，双方啊又进一步的协商啊，这席家的态度就有点软化了啊，就跟吴家讲，他说房产证啊是他女儿带到北京去办事儿去了，不在身边，所以双方就约定在5月5号中午的时候啊，去到民政局去办证。这办证呢，就同时办2件事，第一就是这2个年轻人结婚，第二个呢就直接把这个女孩的名字写在席家的这个婚房的房产证上。5月5号上午啊，这吴家就在这等啊，说等到了10点50分，没有等到了这席家的人。这席家的人解释怎么回事呢？说是他姐姐要来嘛。这席某某呢，当时去开车的时候也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先去接上自己的一个同事，然后再去接他自己的姐姐。等赶到民政局门口的时候呢，是11点整，10分钟之前，人家吴某某一家已经走了。那后来呢，他们就开车到吴某某他们家啊，结果这个时候人家吴家已经不答应了，就坚持要立案。后来啊，这派出所就叫，好像是双方就到派出所里去谈啊。那据席某某的母亲呢跟媒体的披露啊，在派出所里头啊，在派出所的见证下，警察的见证下，也包括婚介所的见证下，他还写了欠条，写的什么欠条呢？说欠吴家一共是8.8万的彩礼钱，还有6.6万的服装费。那么这些钱呢，加起来啊，在2024年元旦之前全部付清，这是一个。第二，还写了一个保证书，这保证书呢，就是保证这个婚房啊一定呢写上他的名字啊。结果就是5月5号下午，就是这席某某被叫到了派出所了解情况之后呢，就再也没出来。至此呢，警察呢就把他刑事拘留了啊。那么这个案子呢，进入到审理阶段。到了2023年的12月份的时候呢，法院一审判决强奸罪成立，一审呢是判处席某某的有期徒刑3年。也就是在同一个月呢，这席某某他们家呢就起诉了女方他家，说你还拿了10万块钱呢，对不对？要求他们返还。据说这中介所啊，听到警察跟他们说的这个事情之后呢，就跟女方家里讲，女方家里就说呢知道了，但是也没有立即返还啊。
但是到了2024年，这个诉讼要立案的时候呢，女方把钱呢，据说是送到了婚介所，婚介所呢又送到了法院，然后法院就说呢，这席家他们不领，给他们到法庭上他们都不领，所以啊，就是说这个案子啊，他们最后也判决啊，实际上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后来呢，就是这席家的律师就讲，他们为什么到了法庭之后这10万块钱他们不领呢？他们就说是希望通过法院的判决来领回这个钱，否则的话，双方要是有什么纠纷呢，说不清楚啊。这是民事部分啊。这么刑事部分，一审不是判处有期徒刑3年吗？这个时候呢，这事情就在网上吵起来了啊。然后这席家呢就接着上诉嘛。这上诉的过程中，媒体报道之后，这个案子就引起了广泛的舆论的关注啊。所以啊，这个案子啊，审理过程中4次延期。那么一直到今年的2月份呢，这2审呢才重新开庭。2审开庭过程之后呢，也没有当庭宣判呢，一直到今年的4月16号，这个法院宣判了。宣判的结果呢，就是维持1审的判决啊，还是有期徒刑3年，强奸罪成立。整个案情的来龙去脉大致就是如此啊。接下来我来讲一讲我对这个案子判决的看法啊。首先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我们都知道，刑事审判的原则啊，就是你的证据链必须超越合理怀疑，然后你才能判处一个人有罪。那么我想问的是，本案啊1审和2审都判处这席某某强奸罪成立，他的证据链完整吗？有没有超越合理怀疑呢？我的结论是没有，不够。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听我来讲一下啊。这个案子呢是一个非公开审理的案子，因为涉及到当事人的隐私嘛，所以我们看不到案卷，我们也看不到判决书。但是呢，这个判决结束之后啊，审判长接受媒体采访，他披露了本案过程中间判处强奸罪的6条这个证据。这6条证据我给大家讲一下啊。首先第一个，他说有录音。录音呢是什么呢？就是5月2号晚上，这席某某不是送小吴回家吗？路上小吴接到他妈的电话，他妈呢听说他女儿被强暴了，就开始跟小吴对话。他说：“你们2个是不是已经订婚了？”小吴说：“对。”他说：“你是不是把我女儿强暴了？”他说：“是的，对。”这段录音呢，被当时汽车里的行车记录仪给记录下来了啊，所以这是录音。第二个呢，说是口供。口供呢，就是说啊，这5月4号啊，这小吴和他妈妈去到派出所去报警，包括5月2号晚上电话报警呢。电话报警的时候，这女孩子泣不成声啊。然后呢，口供就是小吴的口供，也包括小席的口供啊，双方对性行为发生的过程啊，都说得非常详细，基本上都承认这是强奸了。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警方去验伤啊，说这个受害人的手腕、双臂啊有淤青，有淤青嘛，那就说明可能有暴力行为啊，受害了嘛。第四个，就是说那个现场勘查的时候啊，说是这个窗帘有被点着的痕迹，那这个当时不都承认了吗？那小吴在事后非常生气，就在现场点窗帘吗？第5个方面最重要的啊，说在床上检测出来有精斑，这精斑呢是这个席某某的，同时呢还检测出来啊，混有双方当事人 DNA 分型的这个体液啊，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啊。第6个方面就是说，当时这个小吴事后不是跑了吗？跑到13楼了，然后呢，这小席呢把他拉回来，这双方呢有拖拽的行为啊，这个拉着他，这都有视频录像，一共就是6个方面的证据。他说，你看证据链非常的完整啊。我看完这6点的证据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证据链不完整。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国家啊对强奸案的定罪法律是这么规定的：违背是妇女的意志，采用暴力和胁迫的手段发生性行为，这就叫强奸罪啊。强奸罪的法律要件是如此，但是它有证据标准。你比如说，什么叫强奸？强奸的标准呢，在国际上一般来说有3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接触论，就男性的性器官跟女性的性器官只要接触就算强奸罪成立。第二个呢叫插入论，就男性的性器官插入到女性的性器官里面，这就算强奸既遂。第3个呢，这标准更高了，你不但插入了，最后呢还要射精，才算是强奸既遂啊。这3个标准，我们国家是采用哪个标准呢？我们国家对未成年人强奸未成年人的啊，规定的是接触论。你比如说，你跟一个8岁的女孩，你要强奸她的话，只要接触就算是强奸既遂。但是对于成年人的强奸罪的定罪标准，采用的是插入论，也就是说，男性的性器官必须插入到女性的性器官里头，才算是强奸既遂。现在因为有刑事侦查手段了嘛，那可以侦测到一些物理证据啊。那么我们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再来看这6条证据啊。
我个人认为根本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首先第一点，你说录音，这个男方说强暴了吗？他说我强暴了，这只是说一个口供，而且这男方他说强暴，他理解的强暴跟法律事实上的强暴是一回事吗？不能这么讲吧。作为一个文化程度不是特别高的小县城里的年轻人，他理解的强暴跟法律上理解的强暴是一回事吗？这个在我看来不能当做证据。包括那个男孩的母亲事后也说了，他说我儿子理解的强暴是暴，咱不是说他母亲说的对不对啊，但至少你法律上的强暴跟生活中一般理解的强暴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个是不能当做证据的。而且我们国家的刑法也规定，口供本身不能当做核心证据啊。就算我承认了杀人，你如果找不到物理证据，这个口供也没有价值，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口供也是一样的啊，跟前面的录音啊。第三，说受害人的身上手腕和双臂有淤青，手腕和双臂有淤青，充其量只能双方发生了暴力冲突，这小吴可能也受到了伤害啊。但是关键是这个暴力冲突是什么时间点发生的？如果是在性行为发生之前发生的，那有可能证明这小席呢是采用暴力和胁迫的手段。但是如果是性行为发生之后发生的，那你就不能证明是强奸。但问题是，他们两个在强奸之后真的发生了暴力冲突啊！当时小吴不是要点窗帘吗？后来不是跑出去了吗？跑出去，这个小席不就是到那个13楼把他拽回来了吗？在电梯里头还是两个人推搡，那个时间点已经发生了暴力行为。那你怎么证明，就是你手腕和双臂的淤青是在性行为发生之前的呢？不能证明吧？你没有排除合理怀疑吧？这是第三点啊。第四点，说现场发现窗帘被点着了。这是当时这个拍摄的这个烧窗帘的这个现状啊。对于这个火机的来源，女方说是这个打火机，但是并没有查清这个打火机的来源。窗帘被点着了这件事情啊，在我看来是另外一个刑事案件的证据，纵火罪的，跟强奸罪有什么关系啊？跟强奸罪没有任何关系啊。第五个方面很重要啊，说床上有精斑，有双方 DNA 分型的体液。当时警方在这个北侧的这个榻榻米上提取了这个床单，这个床单上显示有双方的 DNA 基因型，有男方的精斑啊。另外，警方在这个卫生间的这个白色垃圾桶里边提取了卫生纸，卫生纸鉴定未有男性精斑，这一点非常重要啊。但问题是，在床上发生精斑，在床上发现了混合双方 DNA 的分型啊，能证明什么？能证明强奸罪发生了吗？不能证明吧。充其量只能证明双方发生了边缘性性行为吧。中国的强奸标准，你得小席的那性器官插入到小吴的性器官里面吗？你这个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吗？证明不了啊。这是第五点啊。第六点，说电梯里头有拖拽，两个人厮打的这个过程，那这个跟强奸之间是什么关系啊？没关系啊，因为这个行为已经发生完了啊，这个性行为的已经发生完了，事后双方发生的这个行为能证明事前的吗？证明不了啊。所以在我看来，这6点证据实际上对于强奸罪的证据构成来说是非常弱的，完全没有超越合理怀疑。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啊，这小席啊，他母亲呢，作为公民代理，他自己看了案卷，然后呢，他向媒体也披露了一些对他儿子特别有利的证据啊。这个有利的证据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事发之后啊，这小吴呢，把他自己没有清洗的内裤交给警方去检验，检验的过程中没有发现他儿子的 DNA 分型，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女方是说男方把他的内裤给扒了下来，而男方说是双方各自脱了内裤。那么如果双方各自脱了内裤，你就很难证明是强奸，对不对？那么如果男方要是把他的内裤扒下来，按照现在刑事侦查的痕迹证明的手段啊，应该说一定能找到男方的 DNA 分型，但是现在没有找到。那这个对小席的这个非常有利的这证据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这女孩做了这个身体的检测，首先她的处女膜呢，它没有破裂，
没有破裂这一点呢，这检察长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啊，他说处女膜破裂不破裂啊，不能证明强奸罪有没有发生。他说的有道理啊。那问题的关键是啊，你不是要证明强奸罪有没有发生，你得证明它必须发生了，对不对？你得证明有啊，你不能证明无啊。对于小席来说，那处女膜如果破裂了，并且是新鲜的，那你证明它有，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那它没破裂，对小席不就是相对一个有力的证据吗？对吧？更为重要的是，就是在小吴的阴道内没有检测出来小席的 DNA 分型，没有这个证据。没有这个证据说明什么？没有这个证据就说明小席的性器官没有插入到小吴的性器官里面嘛，只能得出这个结论嘛。那既然没有插入到小吴的性器官里面，那按照中国的强奸罪的定案的物理标准，实际上你就没有充分的理由定罪强奸既遂。所以在我看来啊，就这些证据啊，充其量只能证明啊，双方在现场发生了边缘性性行为，充其量只能证明强奸未遂。那如果强奸未遂的话，那按照中国的法律，你应该比照强奸罪从轻处理。但是现在呢，法院判决的是强奸既遂，所以我认为啊，这个案子定罪的过程中，证据链本身没有说服力，没有超越合理怀疑，这是第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啊。第二点，我觉得本案啊，这个小席啊被抓起来之后啊，到二审判决的时候已经被羁押了712天，我觉得这非常荒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案子啊，它跟一般的强奸犯罪还不太一样，是两个人订了婚了，本身又是恋人，即将要结婚了发生的性行为，就算是你把它定义为强奸罪啊，它的社会危害性也足够小。你法院不是也事后讲到想要判缓刑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在法院判决之前，你羁押他的理由何在啊？你为什么就不能采取取保候审的方式呢？如果取保候审有什么好处啊？就是二审在对一审进行判决的时候，减少社会压力嘛。因为你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二审如果是改判的话，这小席已经在看守所里头蹲了700多天了，那就面临一个错案追究制，面临一个国家赔偿。但假如说，如果你没有采取这个羁押，采取取保候审的方式，你二审在改判一审的时候，是不是就减少了比较多的这个社会压力啊？所以这个本案一开始办案的过程中就有瑕疵，就应该让小席取保候审。第二点，第三点，这个案件过程中，警方啊在正式立案之前介入了双方的调解。5月5号那一天，这小席的母亲不是到了派出所，当着警察的面，当着婚介所的面，还给吴家打了欠条吗？这欠条里头啊写着还欠8万8千块钱，还欠6万6千块钱的服装费，还写了一个保证书，要把这个房子啊过户到女方的名下。那我想请问，警方在一个刑事案件立案之前介入到当事人的调解，理由何在啊？假如调解成功了，那这个刑事案件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就不追究了？如果我们要是强调刑事案件的稳定性，这个行为在5月2号晚上已经发生了，那么不管这之后发生什么行为，你如果犯法了、犯罪了，你就应该追究；如果不犯罪，你就应该把他释放。那你警方掺和到他们的调解过程中，那你刑事犯罪行为的行为稳定性，在你警方眼中算个什么呀？是吧？所以我个人觉得警方在办案的过程中存在着重大问题。所以在今年4月12号，这席某的母亲就在控告这办案人员枉法啊，存在问题啊。当然这个结果最后对他并不利，但我认为办案过程中警方的行为确实有问题。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更重要的一点啊，本案之所以引起巨大的争议啊，是因为席某和吴某订了婚，而且席某他们家呢给吴某他们家付了10万块钱的这个彩礼。那么付了彩礼，订了婚，按照中国民间的一般认知啊，这就算是基本上都定了，就差那个最后在国家上领证了。在很多地方的习俗是，这两个人订婚之后就开始同居了啊。那么我想问的是，这个案件如果当时双方在5月5号这个小两口到了那个民政局领了证，把那个房产证过户到这个女方名下，这个案子还成立吗？恐怕是不成立了嘛。还有一点，
如果这个事情双方没有订婚，男方家没有给这女方家10万块钱，这个案件会发生吗？我认为大概率也不会发生吧，因为这个所有的媒体采访说，这个席某某平时也是个老实人，就是在5月1号订婚，5月2号回门宴之后，他对女方开始要求发生性关系，所以在他的潜意识里头，订婚了，给了钱了，他就有权要求这女孩子跟他自己上床睡觉了啊，这是他的潜意识啊。针对这个问题，很多人就反对了，包括这检察长在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订婚付彩礼不能成为索取性利益的这么一个权利，性同意权是绝对的，订婚之后不能有，男方你其实没有性同意权，甚至结婚之后都不能有。很多人都说，因为我们中国的刑法规定啊，强奸就是男性违背妇女的意愿，采用胁迫的手段，然后呢，你跟他发生性关系啊，丈夫并没有豁免的权利。你在结婚之后，你强行跟自己妻子发生性关系，你都会构成强奸罪。法律的文本就是如此，很多彰显女性权利的人也是这么说的啊。但是我想说的话，这个法官说的话没有尊重现实中间的司法实践。为什么这么讲？关于婚内强奸的问题，我们在国内时候也做过相关的案例啊。婚内强奸案的成立，在中国现在的司法实践里头，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双方离婚期间、分居的情况下，婚姻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男性强行跟自己的太太发生关系，才会被认定为强奸罪。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婚姻状态中间，女性如果控告自己的丈夫强奸，在中国的司法实践里头是不被支持的。我找不到一起，直到现在也没有一起。所以啊，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结婚在正常婚姻状态下，女性的性同意权是不被尊重的。就算是男的强迫自己的太太晚上发生了性关系啊，这太太如果是控告她自己的丈夫强奸，也不会得到支持。我自己的观点，我实际上是支持中国现在的司法实践的标准的啊。如果这个两口子这正常的婚姻关系，如果是吵了架了，女的去控告这男的强奸，而且还的确有插入，甚至有射精，就把这男的抓起来，这婚姻关系就乱套了。当然有人说了，美国现在就是这个标准啊，就婚姻存续期间你也不能强迫啊。但是我就说，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国情，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包括文化土壤，还没到尊重女性婚内性同意权的程度。否则不信你看，你如果这么判的话，整个婚姻关系就乱套到一塌糊涂的程度。你权利的保护，你要考虑到相关权利的这样的一种程度。婚姻关系的稳定和谐本身也是这个民法中间非常重要的原则啊。如果一个妻子随便控告男性就可以被强奸的话，你可以想象婚姻状况会变成什么状态。所以我的观点是啊，对婚姻正常状态下女性的性同意权给予充分的尊重，社会上也应该充分的引导。但是我不赞成女性在正常的婚姻中间控告男性强奸，法院给予支持。所以现实的司法实践也是如此的啊。那么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了，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婚姻正常状态下女性的性同意权并没有得到尊重。那么我们紧接着就来说了，那么既然如此，那么在订婚民间的婚约的情况下，她的性同意权是不是也要完全不被承认呢？那现在审判长就是这个观点啊。那么我想说的是啊，这个需要讨论，至少不是那么绝对。你在婚姻存续期间你就没尊重吗？那么在订婚期间你就一刀切就完全不尊重了？那我想说的是，你既然如此，彩礼这个事儿怎么定啊？什么叫彩礼啊？为什么结婚双方男方要给女方家彩礼，而且给那么高额的彩礼啊？这席家要给吴家18.8万的彩礼啊！彩礼是什么？彩礼本质上来讲，高额彩礼不就是买卖婚姻吗？那么买卖婚姻，中国的法律就不承认呢？那么为什么你坚持法治原则的时候，你没有同时处罚买卖婚姻呢？如果你坚持这个案件过程中间同样都是按照中国的法律去执行的话，你这个处罚席某某强奸罪的同时，你应该把吴某他们一家索要金钱进行买卖婚姻的行为也予以处罚呀？为什么你不处罚呢？事实上，中国的法律对民间的买卖婚姻，也就是彩礼的这个行为是给予尊重的。
甚至还出台了专门的司法解释，讲什么时候可以退，什么时候不能退。那我想说，彩礼买的是什么？买卖婚姻中间的彩礼买的是什么？买的是个承诺吗？不仅仅是吧，他买卖的不就是女性的性资源吗？买卖的不就是子宫吗？那么你已经承认了买卖这个关系，你尊重，在买卖关系你尊重的前提条件下，你又说这个女性的性同意权是绝对的，我觉得这个难以服众。你要尊重你就一起尊重，你要不尊重你就一起不尊重嘛。当然了，我同样承认，彩礼就是一个陋习，本身就是应该废除。但是废除彩礼这件事情，我想说的是，中国现在的法律它无能为力，中国的法院也无能为力。对于一个民间习俗来讲，你要改变的话，你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不是说你立一个法你就能解决的。你中国现在你立一个法，你宣布废除所有的彩礼，你看你做得到吗？做不到，你只能导致一个普遍违法，大家都不管了。那么我想说的是，既然在彩礼问题你采用的是一种现实主义，你尊重民间习俗，那么对于订婚这个问题上，你为什么采用如此绝对的标准呢？当然了，我也并不赞成这习某某强迫这个女性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我对这种行为我也予以谴责。但是我想说的是，是不是需要动用刑法来解决这种冲突，解决这种分歧？是不是动用实刑来解决这种分歧，解决这种冲突？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是不是订了婚之后两个人发生性关系，这中间有冲突，就直接定义为跟其他的强奸行为同样的定罪标准？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严格的区别对待。对于订婚的，对于付了彩礼的，发生性行为的，不宜直接采用强奸罪的行为对双方进行处理。这既是对现实的风俗的一种必要的尊重，同时呢，也是司法对家庭事务最小干预原则的体现。你可以对他进行处罚，至少在我看来你得用缓刑的方式，你得用其他的社区矫正的方式，训诫的方式都可以，但没有必要采用这么严苛的法律对待订婚过程中双方发生的冲突的这种性行为的形式。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如果大家不同意的话，欢迎给我们拍砖我估计很多人一定不同意我的观点，咱们正常讨论好，再见。包括那个处女膜，它为啥是完整的？你说强奸处女案呀，强奸完了，你这个衣服咋脱的？你衣服你就完好无损一点点破损的痕迹也没有那女方上交的那个内裤，没有清洗过的内裤，上交上去没有鉴定了我孩子的 DNA 呀。他没有清洗过的内裤，他说没有清洗过呀。上交完以后，他内裤是完整的，他连个扣子也没有掉。你强奸一个人，你说你得拉吧，你得拽吧。你说我就说那个女的，你脱光衣服，你钻进男人的被窝里，你说你把你强奸了。在这个北侧的这个榻榻米上提取了这个床单，这个床单上显示有双方的 DNA 基因型，有男方的经脉。